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上集说到萧炎大战魂殿四天尊，面色狰狞的四天尊施展出自己的化雪大法大噬雪术。施展出秘法的四天尊明显超越了普通的斗尊巅峰强者。斗尊巅峰和半圣之间虽然仅有一步之遥，但这短短一步却让无数天赋傲人的强者含恨陨落。药老当年在斗尊巅峰多年，最后还是借助炼制躯体重生，才能一举突破，达到斗圣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在这短短一步中隐藏着一种独特的修炼，唯有接近这个层次的强者才能有所感应。中桌上的强者们将这种独特的修炼称之为九转成圣。所谓九转，是一种专门用来衡量斗尊巅峰和半圣之间差距的一个量词。九转简单来说也可以称作为九次凝练和压缩。当斗尊巅峰的强者体内斗气饱满并且无可增加时，便是九转的开始。这时候他需要将体内的斗气全部进行凝练和压缩，一直到体内再度出现可以容纳新生斗气的空区，而等斗气再度饱满时必须继续凝练，如此反复9次之后方才是大圆满。而经过九转之后，体内的斗气也会在这种压缩下产生质变，进而一跃踏过那无可丈量的天堑，真正的进入圣阶。九转说起来简单，真要修炼起来简直是要人老命。先前的四天尊仅仅是一转斗尊巅峰，比起施展了足纹后的萧炎都要弱上一点，但在吸收了这么多鲜血中的能量后，他直接暴涨到了3转的层次。好在只要他未曾达到半圣，萧炎便有所胜算。伴随着气息的暴涨，四天尊双眼越发猩红。化雪大法虽然能够吸收人体鲜血中的能量，但后遗症非常大。施展这个功法的1个月之内，四天尊的身体将会陷入一种濒临死亡的地步，即便是一个斗王级别的人都能够轻易的斩杀他。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四天尊一般不敢施展。但眼下的情况，不施展秘法，不仅任务会彻底失败，还会在和萧炎的交手中落败，这是四天尊无法忍受的。一股股恐怖的血色雾气在天空上汇聚成浓厚的血云。萧炎眉头一皱，手掌一抹，4团异火浮现。随后萧炎又吐出1团化生火，开始施展五轮离火法。5头庞大的火灵形成一个奇异的阵型，疯狂转动着。四天尊见状，嘴巴一张，一道血柱喷射进天空上的血云中，一道将近1000丈庞大的血煞天魔掌狠狠拍向萧炎。四天尊大喊着：“萧炎，看本尊一掌将你拍成虚无！”萧炎眼神一冷，不愧是魂殿的人，还真是大言不惭。5轮离火盘撕裂虚空，狠狠地和巨大的血掌撞击在一起。阴寒的血色和炽热的火焰顿时在天空上爆裂而开。望着那可怕的能量飓风，四天尊刚想后退，背后猛地传来一股寒意。他一转头，萧炎的脸出现在他眼瞳中。四天尊眼瞳一缩，他居然完全没有察觉到萧炎是何时出现的。萧炎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，大天造化掌毫不犹豫地拍了过去。四天尊心头一骇，急速施展出血魔袈裟，但血魔袈裟瞬间被大天造化掌拍得寸寸爆裂。残余的劲风也让四天尊喷出一口鲜血。看四天尊想借着这股推力离开，萧炎身形一闪，直接出现在他面前。一朵精美的4色火莲出现在萧炎掌心之中，四天尊心头彻底冰凉。萧炎这3种天阶斗技完美的配合，将他打得毫无反抗之力，难怪魂殿那么多强者都栽在他的手中。就在四天尊疯狂后悔不该接这个任务时，萧炎手中的火莲撞上他的身体，火焰风暴中传出一道低沉的闷响，一道被火焰包裹的身影狠狠射进下方深涧的血海中，斩草便要除根。一道紫褐中带着一丝深白的火柱从萧炎掌心爆射，火柱的尽头，一片血肉模糊的四天尊虚弱地睁开双眼，他的手指一动，拼命地捏碎了掌心处的玉简，一个空间黑洞顿时出现，将四天尊的身体一口吞了进去。萧炎没想到四天尊这么抗打，不过他也不急。四天尊这次受的伤，即便治愈了，也会留下后遗症，甚至日后再也难以有所进步。
萧炎吐出一口浊气，接连迎战2名魂殿天尊，他也有些吃不消。好在这次联盟的危机也算是解除了。四天尊跑了后，一些魂殿的强者也明白大势已去，架起黑雾便疯狂逃命。一些被魂殿威逼利诱来的强者和宗派连忙求萧炎手下留情。萧炎淡漠地看了一眼这些墙头草，这些人虽然讨嫌，但毕竟在西北大陆有些名气，若是全部杀了的话，对联盟的发展并没有好处。但萧炎也不想轻易饶了这些软骨头，他让他们一命换一命，拿失明宗的人来换他们的。一时间，天空上再度爆发了一场混战。10几分钟后，失明宗的强者死伤惨重，军队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，失明宗彻底完蛋。从此，西北大陆也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宗派。萧炎轻轻落在玄黄要塞的城墙上，整座要塞中顿时响起惊天动地的欢呼声。胡氏三老冲着萧炎大笑，雪河尊者当年在中州的名声丝毫不逊色于药老，只不过他的是凶名而已。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一份敬佩，毕竟强者为尊。萧炎向他们道谢，等回去之后，剩余的报酬必会拱手奉上。一众被邀请来的强者连忙说不碍事，以药老的名声，难道还怕他耍赖不成？萧炎心中暗自松了口气。喋喋威武这4个字传入他的耳中，听到这道声音，萧炎脸上不由自主地扬起灿烂的笑容。看到彩铃怀中冲着他挥手的小潇潇，萧炎心中十分感慨，没想到他也是身为人父了，若是父亲得知，必然会十分欣慰，他一定会尽快将之解救出来，到时候便可以一家团圆了。萧炎从彩铃怀中抱过小潇潇，狠狠地在他脸蛋上亲了一口。潇潇眉心处的蛇纹突然一亮，一道七彩光彩闪出，盘踞在潇潇肩膀处，冲着萧炎欢快地吐着蛇信。再次见到这熟悉的七彩吞天蟒，萧炎十分惊讶。彩铃说，七彩吞天蟒的灵魂借助着潇潇的身体再度重生，作为回报，他的力量能够被潇潇完全借用，也就是说，潇潇一出生便能够拥有斗尊强者的力量。萧炎眉头一扬，这毕竟是借来的力量，他的女儿可不能光依靠别人。现在的潇潇正是体质最柔软可塑的时候，他虽然不能拔苗助长，但却能够给他一个最完美的修炼条件。一旁的彩铃见萧炎对潇潇这么看重，脸颊浮现些许柔和。当年萧炎送回来的天魂融血丹已经给潇潇塑造了很不错的体质。提到天魂融血丹，彩铃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萧炎。当年他就下定决心，萧炎要是敢在约定的时间忘记说好的丹药之事，那他日后绝不会再和萧炎有丝毫来往，大不了带着蛇人族再度迁移罢了。好在萧炎一直记着这件事，离开黑角域时还特地让萧丽将丹药送了回来。以萧炎现在的眼光，已经不太看得起天魂融血丹。天魂融血丹顶多算是7品低级的丹药，有筑基之效，但却达不到完美的层次。一旁突然有人说着，天魂融血丹虽然不错，但比它更强的也有不少，比如玄仆筑基丹，此丹乃是7品巅峰的丹药，倒是极为适合潇潇。但这种丹药即便是他来炼制，都仅有40%的成功率，要炼制的话，恐怕只能让盟主你亲自动手了。萧炎顺着声音望去，冲着那人拱手微笑，古河大师别来无恙啊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